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豪。身边有2台马来西亚的当红榨汁机 C segment SUV， 一台就是我们 Proton E-MAS 7， 还有一台就是刚刚在马来西亚发布不久的 E-MAS 7 PHEV。今天这一集影片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是 E-MAS 7 EV 比较适合你，还是 E-MAS 7 PHEV 比较适合你啦。影片开始前，就要为大家带来一个全新前后双摄的行车记录器，就是来自70迈的 A810S。A810S 具备高清前后双摄镜头，它也是具备了 Sony Saris2 IMX678 的 chipset， 更大的光圈，从原本的 f1.8 升级成了 f1.7。白天的画面呢，也配置了70迈 My Color Vivid 的这一项功能了。晚上方面又有70迈的 Night O Vision 功能啊。当然 A810S 也是有这个 GPS 的功能啊。除此之外，也包括了 WiFi 6，紧急视频升级成了长抓取事故前的1到3分钟，而且它把里面的电池组换成了 Super Capacitor， 24小时 parking 监控它都具备。点击这个影片的左下角就可以查看价钱了啦。身为 YouTube Shopping Star， 我们 Rider ATS 频道跟 YouTube 就有联手为大家带来非常好康的 Shopping Voucher， 只要点击影片左下角这个框框呢，就可以到 Shopee 上面使用我们的 Rider ATS Voucher 购买全新70迈产品了啦。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要内容啦 ，Let's go！ 你不要以为它的名字叫做 E-MAS 7， 2台车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2台车可以看作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啊。因为这一台 E-MAS 7呢是一个 EV 纯电动全电动版本的 SUV， 这一台是一个 PHEV 版本。PHEV 相信很多人还是比较陌生一点点。今天我们就来讲解 EV 跟 PHEV 哪一台比较适合你。在这之前呢，我还是要讲一下这2台车它不仅是在这个动力单元不一样，它在整台车的细节方面也有很多不同的点所以今天就来细细的跟大家分享两辆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啦。OK， 首先很明显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一台 E-MAS 7 纯电动版本它的车头灯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在路上看到很多了就是比较传统式的放在上面的车头灯，而且很尖很小，有一点凶悍。不过这台车呢，因为它的造型是比较圆润的嘛，所以圆圆的车身再加上尖尖的车灯，就让这辆车看起来好像有点小可爱发脾气这样子的一个表情我觉得其实还不错看的。但是相比起 PHEV 版本的 E-MAS 7呢，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一个 PHEV 版本的前脸它的整个车头灯变成了一个贯穿式的 DRL 的 Daylight， 很好看，很醒目跟我的 Tesla Model Y 也是有一个同样的一种设计语言在 bumper 方面有看到一个小小个好像雾灯的位置这个才是它的车头灯。E-MAS 7呢 EV 版本它的 DRL 跟 headlamp 是整合在同一颗车灯里面。那 PHEV 版本呢，它的 DRL 是上面一条直线，然后把车灯放在 bumper 的位置。我觉得这样子分段式更有层次感然后在旁边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真实进气口，可以把空气导入进去。讲到进气孔呢，还有一个地方不一样。PHEV 版本在 bumper 下方这个进气口的位置呢，里面就没有这个 plastic 的遮挡罩。可是，在 EV 版本它在这个位置呢，如果车是没有启动的情况下，它是遮起来的。当你的车行驶起来，它需要有撞风让它冷却的时候呢，它才会把里面的这个阀门打开来，让风吹进去。所以我觉得在 bumper 方面2台车都有不同的优势。这一台就更加有科技感，可是 PHEV 版本的 bumper 整体造型 design 方面，我个人更加喜欢车身侧面 EV 版本的 E-MAS 7呢，这个门把手是隐藏式的电动门把手。当然，除了电动开启以外，在它闭合的时候你用手去推它拉它也是可以开得到的。所以它是整合了机械式跟电动车门把手为一体，这样子看起来会更加有科技感。以外，在撞风方面，它的空气动力学会更加少风阻。来到 PHEV 版本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门把手变成了这种传统式的门把手，机械式的啦，不需要什么电动弹开啦。所以在车门方面的造价，我觉得 PHEV 版本应该会比较便宜，因为它少掉了电动
动马达在里面。所以这个车门呢，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 PHEV 版本的车门把手啦。PHEV 顾名思义就是混合动力驱动的这个动力单元啊，所以它是可以打油也可以充电。现在你看到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它的充电插槽，可以支持 AC 或者 DC 的充电方案啊。左侧方面呢，就是它的打油孔。但是如果是在 EV 版本的 E-MAX-7 啊，后面不管是在左边还是右边都找不到这个小门啊，因为它的充电的地方呢是放在前面的 fender 啊，所以两台车在后面的 fender 跟前面的 fender 方面啊，两辆都是用不同的模具制造的。所以很多人可能以为，哎呀，那个车不就是从电动车改去 PHEV， 用回一样的车身、一样的板件？错，其实两台车用了非常多不同的板件跟模具啊，这一点真的是要给 Proton 一个 good job。讲了那么多不同的板件跟模具，很多人就讲车尾灯，我看起来照片都一模一样啊，没有错，形状是一样，可是里面的内容不一样。PHEV 版本跟 EV 版本的车灯内容造型不仅不一样啊，尾盖也不一样。PHEV 版本呢，车牌是在上面，看起来就有点像保时捷啊。EV 版本的车牌呢，就是下放到 bumper 的位置。如果在路上你遇到 E-MAX-7， 你要讲区分它是 PHEV 或者 EV， 你看车牌的位置就知道了。车牌挂在上面的就是 PHEV， 车牌挂在下面的就是 EV 版本。还有一个方式非常简单，就是看车牌的 color 啦。PHEV 版本的 E-MAX-7 呢，不能挂白色车牌啊，但是 EV 版本的呢，你通常都会看到挂上那个白色的 EV 专属车牌，所以还是蛮容易认的啦。电动尾门肯定少不了啦。打开这个 PHEV 版本的 E-MAX-7， 我们可以看到后尾的这个容量空间哦，跟 EV 版本还是有少少的差别的。而且打开这个遮罩板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所有内容跟 EV 版本也是有少许的差别。然后当然两台车都没有 spare tire 啦。Interior 方面是我个人非常在意的一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开车啊，每天看到最多的就是 Interior， 而不是车的外观。毕竟我们坐在车里面开车嘛，对不对？其实从之前的 EV 版本的 E-MAX-7 开始，我就很喜欢这个 E-MAX-7 的 Interior 了。它的不管是设计、用料，或者是整个坐姿的合理性，真的是比很多同级竞争对手来的美，也来的强。然后这个椅子当然是多段式的电动调节椅，你可以调到你自己喜欢的一个坐姿。Steering wheel 方面，上下前后少不了。还有一个细节啊，是连我们的摄影师都没有发现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 hard plastic 的位置啊。如果是 PHEV 版本呢，你可以看到它是黑色的这种 hard plastic， 但是如果是 EV 版本的 E-MAX-7 呢，比较暗色的 hard plastic 的位置啊，其实它不是黑色，它是深蓝色，很深很深的蓝。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黑色的 Interior。都讲是引擎盖了吗？打开来，当然啦 ，PHEV 版本的是有引擎的啦。这颗 engine 啊，其实是一颗1500cc 4缸 NA 自然进气引擎，它不是 turbo 涡轮增压引擎啊。Proton 现在啊，所有引擎车里面还有什么车型是用这1500cc 自然进气引擎呢？就是 Proton 的 All New Saga。这颗引擎其实跟 MC3 Saga 的引擎是同一个代号，也可以讲是同一颗引擎。不过变速箱方面，它没有变速箱 ，Saga 用的是 CVT 或者 4AT 变速箱。这一台车它的驱动方式呢，就不像 Saga 那样用变速箱了，它是用马达驱动。所以 PHEV 嘛，你可以充电跟打油，在满油跟满电的情况下，顶配版本哦是可以行驶高达接近1100公里啊，1100 km， 新加坡驾到槟城去都没有问题啊。那 EV 版本的 E-MAX-7 呢，打开这个所谓的引擎盖啊，里面就没有引擎了啦，它里面就是它的驱动单元，还有它的一些电控的配置啦。这些东西其实我是看不太懂，不过因为它是一个前驱车嘛，所以前面就占了大部分的一些空间，所以你不会看到有一个好像 E-MAX-5 让你可以放东西的一个位置，在 E-MAX-7 是没有的，所以这一点是比较少可惜啦。如果它是一个 rear wheel drive， 也许前面它就可以有一个位置可以放东西。所以打开引擎盖方面，其实两台车它的差别不是很大。那讲到续航里程方面呢 ，EV 车嘛，所以它没有的打油，续航里程肯定没有的像 PHEV 版本那样可以行驶接近1100公里。如果是普通市区用、城市用、少走远途 ，E-MAX-7 EV 还是不错的选择。毕竟你完全没有引擎噪音，完全没有引擎的声音，它会更加宁静，更加的舒适。不过这一台 PHEV 版本呢，其实你也是可以用纯 EV 的方式来驱动哦，就是一滴汽油都不烧的情况下，普通版本可以行驶高达100公里的纯 EV 续航，那顶配版本呢可以高达接近
170公里的纯 EV 续航。所以如果你每天的这个通勤啊，只是从家里去 office 或者去学校载孩子，每天几十公里的话，你的车不用打油了，你就是充电，回到家插头插下去，充满它，隔天满血复活，又可以继续用。那你要真的是要走远途了，你要巴雷甘蹦了、Raya 了的话，打满汽油，充满电，又可以行驶1000多公里。我真的是觉得 PHEV 啊，很有可能会是马来西亚的未来啊。看了那么多这2台车的这个对比啊，你觉得哪一台车比较适合你呢？其实我自己个人认为啦，给我选的话，我比较想要拥有 PHEV 版本的 EMAS7，毕竟它的价钱真的很香啊，只需要从马币106000的这个起步价开始，你就可以拥有一台 PHEV 版本的 EMAS7，而且它的内饰内装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后座也是依然的好坐。那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带来试驾体验啦。据说啊 ，PHEV 版本的驾驶体验还有它的表现会比 EV 版本的来得更加好，这个我不确定，过后我们试驾的时候会一一跟大家讲解。所以有兴趣想要知道更多他们两者之间差别的朋友的话，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告诉我，在我试驾这台 EMAS7 PHEV 的时候，你们想要看到我做什么样的深度讲解，都可以在影片下方打上来啦。那如果你们跟我一样想要现场摸这2台车，不管是 EV 版本的还是 PHEV 版本的 EMAS7 呢，都非常欢迎大家到 Johor Bahru Pasir Gudang Highway 旁边的这一个 Proton EMAS AKRR 这里来哦。我会把他们的地址还有他们所有 Sales Advisor 的联络方式放在影片下方，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的 description 或者留言置顶区那边找得到。点击他们的 WhatsApp link 进去，就可以了解更多关于 EMAS7 EV 还有 EMAS7 PHEV 的最新 offer 详情。在来临的3月28、29号啊，这个 Johor Bahru 的 Proton EMAS AKRR 呢，他们就有做 Hari Raya 的这个活动啊，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到这里来一起体验 Proton EMAS 的魅力，有的免费吃喝玩乐啊，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3月28、29号千万不要错过，带你全家一起来体验，一起来试驾，你就知道这辆车适不适合你了啦。当然，除了 EMAS7 EV 还有 PHEV， 这里也有 EMAS5 可以看。我们接下来会为大家带来这一台 EMAS5 的试驾体验，毕竟在我的频道其实还没有真正拍到这一台 EMAS5 的试驾体验，我自己个人也是非常期待。等下我们将会试驾这台车，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买到 EMAS7， 不管是 PHEV 还是 EV， 或者对这个比较入门款的 EMAS5 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下一集我们来看 EMAS5 的试驾体验。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大家好 ，AK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 arrive,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